年前，王女士经常发现晨起后关节僵硬，手指关节出现莫名的疼痛。起初觉得没什么影响，就没太在意。最近她突然关节僵硬和疼痛，使她几乎不能握笔和打字，工作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人体是非常敏感的，如果经络不通，就会发出很多不舒服的信号来求救。那么，如果经络不通，人体会发出哪些不舒服的求救信号？疼痛、麻木、酸和冷热。人体是非常敏感的，如果经络不通，就会发出很多不舒服的信号来求救。关注简单生活，了解更多经络养生，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各种不通的信号代表着不同的情况，可以根据自己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和穴位来调理。经络不通的首要感觉，疼痛。还是那句话，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。比如有时候我们会有莫名的疼痛，那说明的是此处经络不通。疼和痛是两个概念，虽然两者都和经络不通有关，但程度上还是有些差异的。比如我们被扎了一下，立刻产生的感觉叫做疼。如果接着按压一下受伤的地方，这时候产生的感觉才叫做痛。什么是疼？疼字是那下面一个冬字，泛指由寒邪侵袭经络所致的不适，一般是刚发病的时候，经络受到外邪干扰，身体自动发出疼的信号，以便募集更多的气血救援。但是不通畅、堵塞的局面还没形成，所以疼通常是一闪而过的，呈现点状或散点状。如果没有堵塞，疼过以后也可能无迹可寻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要加强防护，就可以自愈或者不再复发。什么是痛？痛字是那下面一个甬字，古代甬是隧道、走廊的意思，可以理解为人体内部通道、经络的疾病。实际上，痛就是经络集结了很多气血，瘀滞不通而发出的信号。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痛感一般是按压、触摸才会感到，疼是可以反复发作的，面积比疼要大一些。初病在经，久病久痛在络。人体上，穴位是点，经是线势，络则是面。总的来说，疼是经络不通的出发期，位置在经；痛则是经络不通的进一步加重，扩散到络。遇到疼痛类的问题，可以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来疏通经络。面积小的可以用阿是穴，也就是哪里痛就按摩哪里；面积稍大一些可以艾灸，这样经络慢慢就通了。一般来说，腰背部痛疼更注重的是对疼痛部位的局部艾灸或按摩，即我们常说的艾灸阿是穴。阿是穴的取穴原则本就哪里疼痛就以哪里为穴。如果你艾灸时不知道如何取穴，不妨就以阿是穴为重点，哪痛灸哪，同时还可以艾灸阿是穴所在的经络，循经艾灸。这类一些刚接触艾灸的朋友往往是比较简单有效的。气血不通就会感觉冷，除了头凉之外，身体其他某些部位发凉，比如最常见的是手脚发凉，常常是经络不通的信号。因为人的体温是由气血输送来决定的，气血旺盛，体温才会正常。哪个地方发冷，哪个地方可能经络不通，气血难以到达。此外，还有体温、出汗不对称出现，如某些半身不遂的人，经络严重不通，健康部位和不健康部位会出现一侧体温正常、一侧凉的情况。经络不通对皮表的影响，除了冷热感觉外，还可以表现为皮肤毛孔粗大、毛囊淤堵等问题，血气不至，毛孔内垃圾排不出来，把毛孔塞住了，毛囊自然长不好。所以如果某个部位出现以上问题，可以对照经络图查找所处的经络，进行艾灸调理，将它们疏通以后，很多问题也就消除了。热气不通会感觉热，经络不通引起的热主要表现为身体某些地方低热、干燥或者局部异常出汗，这是因为体内经络不通，
热气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散发出去引起的，除了外邪引起的红、肿、热、痛与发热所在的经络不通有关。一般低热可能来自相连的经络，气血在体内运行周而复始，如果此路不通，它就会从邻近的经络那里寻找突破口。首先容易影响的就是具有表里关系或者子母关系的经络，使该经络发热，比如头部低热，不一定全是膀胱经的问题，而可能是与它相表里的肾经气血不足或者不畅造成的。经络不通，进一步的发展就是麻或木，比如我们盘腿坐得太久，下肢气血不通，就会疼痛，接着经络被堵死，气血彻底不通，双腿就会麻木，只有改变坐姿，气血通畅才能恢复知觉。麻和木的症状经常一起出现，但在中医里，它们的病因不同，麻为气虚，木为血虚。如果麻得重，说明气不足；木得重，则说明血虚。肢体出现麻木时，需要引起重视，尤其对于高血压病患者来说，一定要注意及时疏通经络，这样能降低中风的发生概率。另外，气血供应减慢，整个人会感觉酸。身体发酸说明的是经络气血供应过慢，不能满足身体需求。人在剧烈运动以后，比如短跑比赛，事后机体会发酸或者无力，这是因为短跑需要更多的气血供应，超过了正常机体气血供应的限度，导致气血供不上来而发酸。正常状态下，消耗和补充是一个平衡，所以养生运动从来不是剧烈运动，而是气血供求平衡的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导引术等。西方医学也非常推崇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柔韧性运动等。如果机体某个部位无故发酸，或者轻微运动也发酸，则说明该部位经络不畅通，气血供应减慢。这个时候，拍打、按摩所在的经络，就可能发现潜在的痛、肿、胀等经络不通的症状。经络不通的两种形态，肿和胀，可以是有形的，这就是肿，常由血瘀引起。要消肿，就得活血化瘀，可以用刮痧法或者拔罐法来调理。很多人刮出来、拔出来的紫色或者黑色痧，其实就是经络里的淤血，同时还可以配合艾灸，比如膝盖内侧的血海穴。血海的血指的是脾血，还指脾经所生之血在此聚集，其气血能量博大如海。血海穴位于脾经，脾主统血，具有控制血液不乱行、不淤积的功能。经常艾灸可以促进气血流通，对消除瘀肿有辅助治疗作用。经络不通也可以是无形的，这就是胀，由气滞引起。胀通常是气在经络运行不畅时形成的窝气。身体某部位发胀，首先可以对该部位经络上循经艾灸，找到疼痛点再进行艾灸。其次还可以在三焦经查找有关痛点。难经炎、三焦主气，凡是气病都可以通过三焦经来治疗。例如髂中主穴可以治疗小腿抽筋，支沟穴可以治疗胁痛。三焦气不顺主要集中在颈部与上臂之间，可以把手当作耙子，从颈部、肩部往手臂后方细细的拔下来，直到无名指，然后哪里痛就重点揉片刻，这样就能理顺三焦之气了。此影片仅限于居家养生参考，不能代替医生诊断及治疗。关注简单生活，把健康养生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最新的养生妙招。